大家好，我是戴镜子，是话筒的拉撒片片。假设有这样一个游戏，你需要做的只是和另外400多个人玩6场像拔河呀、123木头人啊之类的儿童游戏，获胜者将独享456亿奖金。我相信99%的人都会选择参加。可如果失败的代价是你的生命呢？今天我就要带大家看的是由熔炉的导演王东赫执导、青龙影帝李正宰主演的逃杀闯关类悬疑惊悚剧《鱿鱼游戏》。又名这剧咋这么像诚如神之所言？又有名我大看孔刘到底磕上了个啥？我们的男主小白原本是韩国第一黑恶势力金门集团的总裁，大哥丁兴死后，小白便心灰意冷，无心奋斗，抛弃了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事业，回到家里专心啃老。小白和年迈的母亲住在一起，3年前他和老婆离婚，唯一的女儿英子也被判给了前妻，父女俩只有在女儿生日当天才能见面。人生已经很不幸了，可小白偏偏是个赌狗，赌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小白欠了一屁股高利贷赌债，靠的代价勉强偿还利息，至于本金那是想都不敢想。甚至穷的叮当响，就连给女儿买生日礼物的钱都得从老妈手里抢。也是老天爷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女儿英子生日这天，小白偷老妈的养老金，用女儿的生日赌马，居然中了头奖，血赚了456万韩元。这笔钱折成人民币也有2万5了，对于穷困潦倒的小白而言，无疑是一笔巨款。关键是有了这笔钱，他就能带女儿去弄好的，给女儿买昂贵的生日礼物。上帝给你打开一扇窗，可能会用窗户夹一下你的脑袋。小白迎面就遇上了高利贷的打手，正想用刚刚的奖金抵债，却发现兜让人划了。原来刚刚在逃跑途中，小白撞到了一个妹子，此人肯定是个扒手。打手逼小白签订器官放弃协议书，下个月之前再还不上，就要拿到他的眼球和肾脏抵债。小白这点钱只够带女儿吃路边摊，但他许诺明年一定陪女儿过一个更好的生日。英子听完却欲言又止。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，小白将熟睡的女儿还给前妻，本打算坐地铁回家，却被一个西装革履的帅哥搭讪了。他问小白想不想玩一个游戏，说着打开手提箱，只见里面是红蓝2张卡片，还有3叠现金。西装男开门见山，打画片1把10万。可能有些年纪比较小的观众没见过这种游戏，我老家那就拍卡，只要用自己的卡把对方的卡拍翻过来，就能收掉对方的卡。以前都是自己用纸叠，后来就用小虎队和小浣熊出的旋风卡。当年我在青岛市城阳街道赛区横扫千军，未逢敌手，人送外号海边的卡夫卡。身为资深赌狗的小白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，谁料第一局就惨败。见小白没钱偿还，西装男也不气恼，表示可以用身体来抵债。乘客们都惊呆了，只见2个大男人蹲在地铁站里拍卡，拍一下抽个大嘴巴子，小白都快被抽成小红了。他侥幸赢了一局，心想报仇雪恨的时候终于到了。接下来小白就像转了运，不一会儿就赢了几10万。西装男见时机成熟，便向小白提议要不要玩一把大的。然而小白就算赌性再大，也能看出这是个骗局，果断拒绝了。关键是最近韩国流传着一则都市传说，说是有个变态到处问路人能不能看见他胸口的剑，你要是回答能看到，他就会把你圈养起来，整天催你拔剑，还要和你结婚，非常恐怖。西装男显然是有备而来，他居然知道小白的底细，欠银行贷款2亿5千万，高利贷1亿6千万，凭小白的能力，这辈子也别想还清。西装男交给小白一张卡片，给了1晚上时间考虑，讲通了就打卡片上的电话。小白没当回事，可他刚到家就从老妈口中得知，女儿英子明年就要跟继父搬去美国了，父女俩恐怕再难相见。除非小白能证明他有足够的经济实力，才有机会争取抚养权。小白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突然想起了西装男的名片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电话，根据语音提示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出生日期，报名参加了游戏。没过一会儿，一辆商务车就停在了门口。不知道过去多久，在悦耳的交响乐中，小白醒了，发现周围有几百号人，都被换上了吴京同款运动服。他们都是参加游戏的玩家，一共有456名，而小白的编号正是456。还记得小白赌马的奖金吧？也是456万。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阴谋。玩家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一群红兜帽神秘人的监视之下，为首的是个戴黑面具的神秘人，就叫他面具男吧。小白发现玩家们不光性别和人种各异，甚至年龄差距极大。编号001的老人看着都快入土了，老人身患脑瘤，没剩几天好活了，索性来这儿大干一场，就叫他王大爷吧。此时编号101的纹身男和编号067的小爱打了起来。从他们的对话得知，纹身男是个流氓头目，而小爱原本是他手下的扒手，却背叛了他出来单干。小白一眼就认出正是小爱偷了自己的钱，便推开纹身哥，揪住小爱，让他把钱吐出来。纹身哥蒙圈了，这年头找茬算账就得排队领号嘛。看他们的面罩，又是圆圈，又是方块，又是三角的，破案了，主办方是索尼。接下来的6天里，玩家们将参加6场游戏，每一场游戏结束以后，奖金会累积在一个巨大的储蓄罐里，最终获胜者可以独享里面的全部奖金。在场所有人全都欠下了难以偿还的债务，站在人生的悬崖边缘，
眼前的游戏是他们逆风翻盘的唯一机会。游戏只有3条规则：第一，玩家不能任意中断游戏；第二，拒绝进入游戏即被视为淘汰；第三，超过一半参与者同意才可以中断游戏。这3条规则将贯穿始终。小白想到天文数字的债务、自己狗屎一样的人生和即将远去的女儿，咬咬牙在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并且登记拍照。玩家们排队经过迷宫一样纵横交错的楼梯，进入第一个游戏场地。尽管场地完全封闭，但可以看到外界的天空。小白一眼就认出了人群中的建国，他是附近鱼摊老板的儿子，毕业于首尔大学，在知名证券公司担任投资组长。原本前途一片光明，却因为挪用客户存款投资失败，造成了超过6亿韩元的损失。随着玩家入场，面具男也通过面具识别乘坐电梯来到了控制室，宣布第一场游戏正式开始。第一场游戏是木头人，一个机器人背对着玩家喊口令123木头人，然后突然转身。当他背对玩家时，玩家可以自由移动；可当他面对玩家时，玩家必须保持静止，动了就被淘汰。5分钟内越过他脚下的红线才算过关。这下大家都放心了，原来就是小孩玩的游戏，能有多难？还能出人命不成？随着淘汰者被击杀，恐慌在人群中炸开，玩家们本能的逃往入口，可迎接他们的只有无情的子弹和封闭的铁门。短短10秒，456名玩家减半，小白被尸体撞倒，捡回了一条命。所有人都僵在原地不敢动弹，只有王大爷露出寒冬般的笑容，随着口令向终点靠近。玩家们也回过神来，跟着王大爷往前走。口令的节奏越来越快，倒下的玩家也越来越多。建国提醒小白，等过了5分钟的时限，还是死路一条。机器人的双眼能监测到极细微的动作，可人的反应速度和平衡性毕竟有限，最稳妥的方法还是躲在别人背后前进。这节骨眼上，人人都自身难保，最惨的是那些受伤的，只能倒在地上等补刀。而面具男则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悠哉悠哉地看起了现场直播。眼看时间就剩下20秒，大部分幸存的玩家都已过关，而小白距离红线还有不短的距离，结果却一不小心一脚踩在了尸体上，眼看就要摔倒，一只强壮黝黑的手从后面拽住了他的衣领，帮他躲过了必死的局面。伸出援手的是一位巴基斯坦老哥，叫阿里。小白和阿里发足狂奔，赶在最后1秒，显着又显得擦险过关。但游戏才刚刚开始，第一场游戏宣告结束，被淘汰者即便还没死透，都被打包成礼物推进焚尸炉，而幸存者们则在昏暗的宿舍里瑟瑟发抖。小白正向建国和阿里道谢，灯光突然大亮，红豆帽们鱼贯而入，宣布第一轮游戏结果。456名玩家只剩下201人，超过半数玩家都死在了刚刚的屠杀之中。有人苦苦哀求主办方放他们回去，靠自己的双手还债。建国也站出来，指出按照第3条规则，如果超过半数同意，就可以终止游戏。主办方同意让他们投票，也显然深谙人性的贪婪，故意在开始投票前先公布第一项游戏累计的奖金。第一轮淘汰了255人，每人奖金1亿韩元，现在奖池里已经有了255亿，而最终的获胜者将独享456亿韩元，折合人民币2.5亿，4乘5入就是2.3爽。要是玩家们选择放弃，刚刚就白玩了，255亿就会平均分给淘汰者的家属。投票开始，玩家按照编号倒序进行，编号456的小白，这种时候第一个人的意见往往会对整体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小白犹豫再三，还是选择终止游戏，毕竟钱再多也得有命花呀。可255亿巨款在头顶上悬着，总有人怀着侥幸心理选择继续游戏。我们注意几个主要角色的投票，建国和小爱选择继续游戏，小白、阿里和纹身哥选择终止游戏，最后票数居然打平了，决定命运的一票掌握在了001号王大爷手里。小白心里一紧，对于身患脑瘤的王大爷而言，死亡根本不值一提。刚刚的游戏环节也是他玩的最尽兴，这下恐怕凶多吉少了。然而终止不代表终止，如果超过半数玩家同意，游戏还会再重启。主办方信守承诺，真的把玩家们都放了，不过扒光了绑住手脚，大半夜里扔在了大街上。小白和小爱一起被扔下了车，一松绑他就让小爱还钱，奈何双腿被绑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小爱离开。另一边，阿里和建国被打包扔到了首尔中心。建国打开手机，全是贷款催销短信。阿里的家在南山，距离这里50公里远。听说他身无分文，打算走路回家，建国不禁动了恻隐之心，咬咬牙给了阿里1万韩币坐公交。第二天一早，小白就去最近的派出所报警。听完他的遭遇，警察都气笑了：“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”小白急中生智，将主办方的名片交给警察，让他拨通名片上的电话。可接电话的却是个陌生女人。警察表示自己想参加游戏，小白不信邪，用手机拨通电话，可刚刚还能拨通的号码，现在竟然成了空号。主办方显然早有准备。小白回到家里，却发现家门没锁，老妈也不见踪影，手机也关机了。小白出门寻找，正好撞见了鬼鬼祟祟的建国。曾经的首尔大学经管第1名，说文洞的荣耀，如今却成了欠债数十亿的难民。
不光是自己的钱，连母亲的房子、店面都被抵押了。他没脸见母亲，只能谎称自己在美国出差。几乎所有鱿鱼游戏的幸存者都经受着财务危机。小艾接到医院的电话，在病房里看到昏迷不醒的母亲，这才知道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，因为不舍得花钱治疗，就这么拖着，终于拖到要截肢的地步。原本老妈还有医疗保险，可小白早就把保险退了，保险金也让他赌光了。小艾和弟弟阿哲是从朝鲜逃来韩国的脱北者，想把父母从朝鲜接过来，可让一家人团聚至少要4000万。阿里打算和妻子回国，可工厂老板故意拖欠工资，吊着阿里打白工。阿里一言不合大打出手，虽然拿到了钱，但是在扭打中，老板也被机器压伤。阿里把钱交给妻子，让他孩子买最近的机票回国。警察找到了建国的母亲，将他的罪行悉数告知。而此时，建国正躺在浴室里，打算烧炭自杀。正在最绝望的时候，门铃响了，一张游戏的卡片从门缝里塞了进来，约他12点，在上次接头的地方见。纹身哥也收到了同样的卡片，但他和别人不同，大小也是个黑帮头目，便就医手下带上家伙，打算打主办方一个措手不及。再顺藤摸瓜找到金库，把里头的钱财据为己有。然而文山哥挪用老大的钱，在菲律宾赌场输了个精光，还欠下了大笔赌债。以前的小弟们别说帮他，个个都抢着拿他的人头去换赏金，但文山哥又岂是一语之辈？文山哥虽然生猛，但毕竟寡不敌众，被迫跳江逃生。走投无路的他只能选择重回鱿鱼游戏。小白为了给母亲治病，四处找人借钱，却一分钱都没有借到，只好借酒消愁。没想到竟偶遇了暂住在朋友家的王大爷，在游戏之外相见，颇有些他乡遇故知的喜悦。一老一少泡面就酒，越喝越有。推杯换盏间，王大爷坦言他想回去继续游戏。和游戏里相比，外面的世界才更像是地狱。走投无路的小白甚至向前妻低头借钱，但是前妻也没钱，他甚至求前妻向现任丈夫借钱，在心爱的女儿面前丢尽了人。没想到现任真的给了，不还都行，但小白要保证再也不出现在他的家人面前。雨很大，比天蝎和晴天斗舞那天还大。小白像一条丧家犬，只想找个地方独自静静，却在家门口被警察拦住。警察名叫帅帅，他哥哥几年前失踪。帅帅到出租屋寻找线索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盒子，造型和游戏主办方包裹尸体的棺材完全一致。盒子里只有一张名片，帅帅总觉得图案似曾相识。原来白天小白报警的时候，帅帅也在现场。小白口中荒诞不经的故事，他也听了个七七八八。他哥哥这张卡片和小白那张一模一样。不管小白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他肯定和自己哥哥的失踪有关。帅帅通过警员查到了小白的住址，来打听哥哥的下落。但小白现在的处境哪有闲心帮别人，只说自己报警都是喝醉了说的醉话，打发走了帅帅。这夜，建国、王大爷、纹身哥、小艾、阿里还有小白，玩家们分别来到各自的地点，决定重返鱿鱼游戏。为争抢这波返场，带回了2个不安定因素：一是小艾，他事先憋住一口气，没受催眠迷雾的影响；二是帅帅，为了找到哥哥，他跟踪主办方的车，一直跟到了港口，几十辆商务车排着队开进渡轮。帅帅赶紧带着枪掉在了最后一辆车的底盘下。红灯慢慢下车清点人数，帅帅趁机钻进车里，佯装昏迷中的玩家。未成想，主办方事先在玩家们体内输入编码，扫到帅帅时，愣是啥也没扫出来。帅帅换上红豆帽的制服，将自己的衣服套在对方身上，连带着警官证一起推入海中。匆忙中忘了把胸口的带子扣上，这是个伏笔，以后会考。渡船很快抵达环形半岛，红豆帽们将玩家运进设施，为他们更换运动服。小艾假装昏迷，在红豆帽给他换衣服的时候，将折叠刀塞进了对方的袋子，等换完运动服再拿回来，一套操作行云流水。过了一会儿，玩家们纷纷苏醒，回来继续游戏的人足足有187个，累计奖金高达269亿。那些没回来的人也都在主办方的监视之下。为了提高生还几率，建国、阿里、小白和王大爷4人组成了互助小组。纹身哥那边也纠集了一群牛鬼蛇神，他还想拉小艾入伙，毫无意外被拒绝了。以小艾对他的了解，和他组队只会死得更快。用餐期间，小艾团队猜测接下来的游戏多半也是儿童游戏的变体，规则不会太复杂，即便是巴基斯坦长大的阿里也能快速上手。另一边，帅帅混进员工宿舍，他发现红豆帽的行动也不自由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某人的监视之下。直到熄灯以后，帅帅才敢掏出手机。不出所料，手机没信号，帅帅只好把看到的东西都写在记事本里，在隔壁的咳嗽声中入眠。帅帅这边好歹有独立卫浴，玩家那边就惨了，偌大个宿舍连厕所都没有，老爸在这儿能活活憋死。投票时叫了最凶的大姐，就叫他大波浪吧。大半夜叫着要去厕所，其实是烟瘾犯了，他把香烟藏在体内，偷偷带了进来。我说你既然带了，能不能带点有用的呀？学学人家小艾，这不就用折叠刀打开了通风管道？大波浪倒是也没闲着，卖力给小艾打掩护。小艾发现了红豆妈们正在熬糖稀，又赶在守卫发现前归位，和大波浪一起回到宿舍。第二天一早，帅帅穿戴整齐进入岗位，玩家们也起床吃早饭。其中一位戴眼镜的老哥
从面包里抠出了一张红色纸条，纸条划重点。短暂的早餐过后，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二场游戏。建国找上小爱，他昨晚听到了小爱和大波浪的对话，问小爱看到了什么。他看到的东西也许就和下载游戏的内容有关。可游戏就要开始了，你现在问是不是有点晚了？只见平坦的沙地上，滑梯、单杠、铁架子，四舍五入就是个放大的幼儿园。游戏开始前，玩家们要在圆、三角、五角星和雨伞中挑选其中一个形状。屏幕前的观众们不妨也参与进来，挑选你喜欢的图形。结合眼前的图案和小爱看到的唐熙，建国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建国却没有把真相告诉队友们，而是让他们分散投资，每人选不同的图案，然后自己抢先选择了三角。阿里是圆，小白是雨伞，王大爷是星星。听到小白选了雨伞，建国欲言又止，可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实情。他看向小白的眼神，就像要和遗体告别。根据他们选择的图案，玩家们排成4队，每人拿到一个盘子，盘子里是一根针和印有他们所选图案的唐熙。游戏目标是在10分钟内用那根针完整的取出其中的图案。其中最难的就是雨伞，因为雨伞图案最复杂，伞柄细长，一不小心就会折断。玩家们接二连三遭到淘汰，每多开一枪，玩家们的心理压力就更重1分。之前抠出纸条的老哥原来是有内鬼帮助，提前透了题，所以他也选了最简单的三角形，很快完成考验。一看就能活很久，就叫他阿伟吧。场地里可谓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有的人精业刻画，有的人则找到了捷径。例如大波浪，他趁守卫不注意，用打火机加了针头，再顺着图案刻画，靠高温轻易融化边界的糖，很快完成了任务。为了向纹身哥示好，大波浪还把打火机扔给了他，助他渡过难关。眼看时间还剩不到3分钟，小白的雨伞才扣了不到一半，看着被汗水打湿的糖，小白灵光一闪，糖会被水融化，图案的接触处较薄，从背面接触到水，边界会率先融化，到时候图案不就自己掉下来了吗？想到这里，小白立刻卖力的开始舔唐熙的背面，众人见状也纷纷效仿，有人欢喜有人愁，不少玩家没能在时间内完成任务，有人率先发难，抢枪挟持地位较高的正方形守卫，逼守卫摘下面具，可万没想到面具下竟然是一张稚嫩的脸。以上就是韩剧《鱿鱼游戏》前3集的全部内容。这部剧的名字源自小白家乡的儿童游戏，孩子们在地上画出类似鱿鱼的图案，分出进攻方和防守方。进攻方攻入鱿鱼头部就算赢，而一旦掉出线外就输了。鱿鱼图案由方块、三角和圆组成，正好就是红豆妈们面具的3种图案。帅帅本来顶替的是圆，现在又偷偷拿到了方块面具。在鱿鱼游戏中，圆相当于劳工，三角算士兵和护卫，他们只是最底层的打工仔，方块才是管理员。只有登上更高的位置，才能揭开更深层的真相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剧中出现的游戏和剧名鱿鱼游戏一样，都是木头人、拔河这些耳熟能详的儿童游戏。如此既视感强烈的设定，难免让人想起日漫。诚如神之所说，第一关又刚好都是木头人。你要说编剧没看过这部日漫，我第一个不信。对比我全能解说的同类型剧集《弥勒治国的爱丽丝》，鱿鱼游戏的游戏设置略显草率，也没啥斗智环节。不过想想也合理，参赛者大多是些混不下去的废柴，哪那么多智商160的天才？鱿鱼游戏前几季的重点在于刻画人性，在一次又一次游戏中揭露人性之恶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人性之善也如同天中的萤火虫般耀眼夺目。精致的利益主义者建国也会有善良的一面，看似冷酷的独行侠小爱，其实渴望着被人打来身心保护的安全感。还有我们的废柴男主小白，论战斗力，他也就能打得过王大爷；论智商，建国甩了几条街。可无论面对何等凶险的境地，他都保持着生而为人最基本的良知。自己穷的揭不开锅，可遇见路边挨饿的猫咪，他会从刚买的鱼里分出一块；靠被人抽大嘴巴子赚来的钱，他会分出一大半给母亲。面对被纹身哥报答的小爱，明面上看小白是要抢钱算账，其实也是在变相保护他。也许在很多人看来，小白是伪善的，甚至有点胜负。但是要让你选一个人当队友，我相信选小白的人肯定比选随时卖队友的纹身哥的要多得多。鱿鱼游戏进程过半，还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。主办方大费周章的搞游戏，难道只是为了满足面具男变态的欲望吗？幕后的大 boss 又是谁？面对金钱的诱惑，小白他们能否保持团结，度过层出不穷的死亡危机，抵达游戏的终点？拿到了方块面具的帅帅，能否从机构内部破局，查出鱿鱼游戏的真相？最好奇的是，接下来的4个游戏都是玩啥呢？本期视频点赞过10万，3天之内我就加文加点干出鱿鱼游戏的下一期，咱们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